当然不一样。我们不仅仅是家人，还是伴侣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啊，这么快就又要过生日了？对我来说，过生日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就足够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据悉，最近江南区出现的多起入室盗窃的作案嫌疑人，终于在今早落网。经嫌疑人交代，其从半月前开始累计作案30多起，一般专挑家中无人的房屋进行偷窃。小偷好像就是在那附近一带作案。你先别担心，我等会儿过去看一下，顺便换一下锁，也好安心一点。先接听看看吧。律师，你知道最近半个月来，魏明市出现了很多起入室盗窃的案子吧？对，据嫌疑人交代啊，你父母位于嘉南区的房子也遭到了盗窃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现在可以回来一趟，清点一下损失吗？我现在就在你父母家。啊，行，那等会儿见。进去看看吧，那人把能翻的地方差不多都翻了一遍。现场有点乱，我的同事已经取证完了，你们直接进去清点就好。严队，关于这个小偷，你们知道多少？目前看来就是个惯犯，专门偷那些长时间没住人的房子。现在人已经带回局里审问了，不过他很会钻空子，不排除隐瞒的可能性。所以啊，我才叫你们过来清点一下损失，越早确认就越容易追回。我明白了。现场太乱了，具体损失情况还要等我们整理完之后才能知道。我明白。那我今天先收队，你们尽快整理清点。如果后续发现有物品丢失，及时联系我。我们开始整理吧。
辛苦了，看上去没丢什么东西，小偷只是在乱翻。好像是，那我们现在上去看看。也好，那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叫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用了，我觉得李医生说的对。我已经在一个新的家庭了，确实应该暂时跟爸爸妈妈告别，关注眼前的生活。如果我一直沉浸在过去，不管是对我，还是对你和叔叔阿姨，都不好。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我很高兴。不用再想那些东西了，叔叔阿姨答应过，等我成年了就给我。只是晚一点看而已，而且有些东西，我现在这个年纪也看不懂啊。哦，现在不想看。很晚了，我们该睡觉了，不然叔叔阿姨该担心了。在想什么？都已经放回原位了，这里怎么样？当然记得，当时叔叔阿姨担心我沉浸在父母去世的悲伤里，就把跟他们有关的东西都收起来了。他们答应我等我成年后再交给我，只可惜我后来去了首都，一直没有机会。不用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因为我已经过了对亲生父母充满好奇和疑惑的年纪了。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年，我一直过得很快乐。而且，我已经从叔叔阿姨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我父母的事情。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，而且非常爱我，就足够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饿不饿？
确实有点饿，要不今天我们先回去吧，剩下的这些东西我们搬回去再清点。感觉有点累了。证明我没有不舒服啊。别多想了，我就是单纯的困了而已。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不要，我这样睡着挺好的。啊，没有，刚才眼睛里进了脏东西，我揉红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让叔叔阿姨为我的事担心。明明你们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该有什么不满足，我应该更听话，更懂事。可是，我不知道，有时候他们的身影就是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啊，可是叔叔阿姨说我们应该适应独自睡觉。那你快进来吧，别着凉了。别走！这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床，你当然可以一起睡，不用征询我的意见。
告诉你。我当然想他们。我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过，有些人会把心脏当成是一个精密的仪器。对我而言，属于父母的那一部分零件，在我知道他们死讯的那一刻，就永远的停止了。这是我倾尽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。但这不代表我过得不幸福。叔叔阿姨和你，给了我一个完整家庭需要的一切。我得到来自家人的关爱，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少。好，听你的。今天太晚了，早点睡吧。醒了，要不要先吃早餐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好啊，不过这种录像带比较老了，应该要用特定的播放器。放心，肯定有，我去找一下。来，一边等一边吃吧。小燕，快到妈妈这里来。阿言，你不要欺负小燕，她现在走路还不稳呢。又没关系了，地上都垫了软垫，摔不疼的。你说对不对呀，小燕？你又欺负小燕，她能懂多复杂的事呀？杭州，你不要这么严肃，今天可是小燕2岁的生日。哎，你不要总是举着摄像机，也一起来嘛。你别拉我，镜头会晃。
小燕，快点许个愿吧。来，小燕，跟着爸爸闭上眼睛。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旁观者。从小到大，关于我父母的一切，都是来自他人或者录像的转述，这给我一种不是很真实的感觉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只是突然一瞬间产生这种感觉而已。其实看到爸爸妈妈这么用心给我过生日，我很高兴。哎，我们再看看收纳盒里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东西吧。怎么了？刚醒没多久。啊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不用太隆重，只要你陪着我就好。真的会想起来吗？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毕竟那都是20多年前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选一些相似的。那我点个外卖。没问题。
你好。啊，那是20多年前了。我记得当时阿言怀孕了，我又要移民，大家就商量着举办聚会。可惜你爸妈因为有事没来，那天大家都很高兴，兴之所至，说了许多祝福未来的话。轮到阿言两口子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像所有的新手爸妈那样，不停地说着对孩子的规划。对呀，阿言当时买到了一个很喜欢的 MP3，就把那些话呀都录下来了。哎呦，找不到了。当初搬家的时候啊，很多东西都弄丢了。哎，但阿言的 MP3 里应该有原版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这里还有当时我们聚会的照片，我发给你。不客气。对了，小燕怎么样？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恭喜你们！当年阿言和你妈妈就是好闺蜜，这样的结局，阿言一定很高兴。哎呦，现在未明市已经是半夜了吧？看阿姨高兴的都忘记了。你快去休息吧，年轻人啊，也不要太熬夜。好啊，我等你们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醒来时发现你不在卧室，就来找你了。你在找东西？MP3，长什么样的？这款 MP3 是限量版的，如果不在收纳盒里，那很可能被之前的小偷偷走了。限量版的 MP3 还是有收藏价值的，我记得之前还有人在网上高价收购。总之，我们先问问严队吧。好啦，这里太冷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卧室吧。啊，还在审问。你发来的照片我问了，他还挺识货，
一眼就看出 MP3 是限量版，偷到的当天就拿到黑市脱手了。线上匿名交易，恐怕很难追踪。那对方交代过是在哪里出手的吗？一个已经崩溃了的黑网站，技术组还在跟进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严队提供的线索。行，那如果有新消息，我们再联系。你在家里等我，我去 Bar L 酒吧打听一下消息。太晚了，而且现在外面也很冷，你就在家里。好，那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夏先生，律师小姐，徐克。大概是上周销赃的，能追踪到吗？2004年的限量款 MP3，在未名市的市面上流通不多，找起来应该不难，不过需要时间。少则几天，多则半月，看情况。时间有点赶，不一定能行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好，那我把地址给你。如果找到了 MP3，麻烦立刻同城寄送过来。没问题。别想太多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我们回去吧。怎么了？突然笑得那么开心？委屈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还挺新奇。而且，我好像也能从每一个气球和每一条彩带中，感受到当年父母给我庆生时的心情。沉浸感很强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复原我2岁的生日啊。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，当然可以，不过，你是不是还在等那个 MP3？因为你很反常啊，明明我就在你身边，却还要每隔5分钟看一次手机。很显然是在等通知。只要联想到之前的事，大概就能猜到了。
那个 MP3 里是不是有跟我相关的东西？你不回答我也知道答案。虽然你一直掩饰它的来历，但照片中的 MP3 上刻了我父母名字的缩写。现在可以告诉我 MP3 里面保存的是什么了吗？啊？你是不是一直记着我之前关于旁观者的那番话，才这么在意 MP3？你谢谢你把我的事这么放在心上。我很早就接受了父母的离去，但正如我一直所说的那样，你和叔叔阿姨满足了我对家庭的所有幻想啊。关于家庭温暖，我从未感受到一点缺失，我只是有一点点对命运无常的遗憾。那些录音或许可以弥补这些遗憾，但如果你一直惦记那些，那么今天，作为我现在最重要的家人为我庆祝的生日，就会留下遗憾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可以答应我暂时忘记那些事，陪我好好度过这个生日吗？好。我只是觉得，我的愿望好像都已经实现了。我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最爱的人也陪伴在自己身边，而且你还成为了我最特别的家人。我对现状很满足，不然就太贪心了。以前我们也是家人，但那种家人的关系注定无法朝夕相伴。就像对一个人而言，父母会老去，兄弟姐妹会组成各自的家庭，追求各自的事业。他们偶尔团聚，在需要的时候会及时出现。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家人，心无隔阂，彼此关心。当然不一样，我们不仅仅是家人，还是伴侣。
我们会费尽心思琢磨对方的心意，由深到心的渴望着彼此，还会情不自禁想要肌肤相亲的结合。你就是我最特别的家人。我想到该许什么愿了。哎，你怎么偷袭啊？为什么？既然觉得我可爱，那么只是亲脸颊就够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作为彼此特别的家人，亲吻脸颊，你就满足了吗？学会了吗？这才是特别的家人之间该有的亲吻。你刚刚摔疼了吗？不要挠我了，我认输。我好痒。别碰了，哎呀，放过我吧。哦，好。应该是调酒师寄过来的包裹。可能被删除了吧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恢复。数据应该已经恢复了。没关系，现在停吧。哎，你们别闹了，不就是对我未来的宝贝说些什么吗？我们就不说太严肃的，免得吓坏我们家小叶。据说他们很喜欢这个名字，所以一早就定好了。
衡州，你录一下音，以后我们可以放给小燕听。那已经在录了。小燕，当你听到这份录音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了吧？我希望是20几岁，早几年会不太成熟，晚几年又显得没有必要。哎呀，妈妈好像不太适合这种场合。没关系。其实，我和爸爸对你的期许很简单。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追逐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一定要去追求世俗的成功，最主要是内心的丰富和精神的自由。只要内心秉持正义，你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。喂，都说了这只是一个非正式的谈话，不要那么严肃。好，是我错了，你继续。算了，还是你说吧。小燕，该说的你妈妈都说了，我只有对你的希望，不，应该是祝福。希望未来你可以像爸爸妈妈一样，找到一生的挚爱，一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你说的也太老套了吧？这不是老套，是经典。真受不了你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那我总结一下。小燕，无论未来怎样，我都希望你记住，爸爸妈妈很爱你。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你的到来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家。我以前设想过，如果他们还在世，会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从事什么样的职业。没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对我设限。是啊，幸好没有让他们失望。谢谢你。因为你的坚持，我才能如此真实地感受到父母的存在，他们才能像现在这样，穿越了时空和生死，来到我的身边。你之前问我是怎么看待自己出生的这个日子，原来你都察觉到了。我不是觉得这个日子不重要，只是有点困惑。出生之日象征着一个人的来处，与父母有着深刻的联系，但我并不了解他们。在我记事后的每一个生日，其实都与他们无关。应该说是假装不在乎。现在想想，这可能是我无可奈何之下的妥协。不过因为你帮我做的这一切，我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离去，接受他们缺席我的人生。从今往后，
我会珍惜我的每一个生日，感谢他们带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，我才有机会遇见你。那谢谢我最特别的家人。我知道，晚点再吃。啊，你这是刚洗完澡？难怪电话响了那么多声都没人接。哦，我打电话是想跟你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你还记得那本我小时候的成长日记吗？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涂鸦和留言。虽然画得很潦草，但看文字内容，应该就是你和我。这些记录的起因，好像是我们两家一起约好出去旅游，因为是第一次，他们都很重视。晚上，我们两个就穿着相同款式的衣服，睡在婴儿床上，你的手搭在我的脸上。至于我嘛，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我觉得当时的我正一脸傻笑地看着你。我就知道告诉你一定会被嘲笑。他们也真是的，明明是我的成长日记，却把我画得傻乎乎。而且更过分的是，妈妈还在下面写了一句很气人的留言，要我告诉你是可以，但你得先答应我不许笑。你保证？妈妈在涂鸦旁边写着：“小燕不行啊，完全被拿捏住了。”哎，你明明答应我不会笑的。算了，不过她也没写错。毕竟这世上的一切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无条件的妥协。哪怕你现在让我马上出现在你面前，我肯定也会毫不犹豫的照办。因为我想满足你所有的愿望。如果这就是被拿捏，那么我心甘情愿。所以，你想见我吗？好，我马上出发，先挂了，等会儿见。